苏家父兄私通敌寇，铁证如山。苏婉废后打入冷宫，终身不得出。雪又飘下来了，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冻得俺直打哆嗦。俺们这儿的人都说这是冷宫，俺是罪人的小闺女，默默跟俺说俺有爹爹。爹爹到底长啥样啊？会不会跟这冷风一样冷飕飕的？还是会给俺扯一件暖烘烘的小棉袄穿呀？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如同光芒一样将我拉回现实。妹妹，跟我走！我是被太子闯进御书房的声音惊醒的，或者说是被他怀里那个小东西惊醒的。夜已经深透了，漏刻指向子时3刻。御书房的烛火晃得我眼睛发酸，奏折上的字像蚂蚁一样爬。李德全那老东西在门口打盹，头一点一点的。我正想换他换盏茶，门就哐当一声被推开了，风灌进来，吹得满桌奏折哗啦作响。父皇！程绩站在门口，气喘吁吁，头发散了，锦袍下摆湿了一片，外头在下雨。他怀里紧紧抱着个什么，用他的斗篷裹得严严实实，只露出一点点乱糟糟的头发。放肆！什么时辰了，这般闯进来！话没说完，程绩扑通一声跪下了，膝盖砸在金砖上的声音听得我心里一紧。他抬起头，脸上又是雨水又是汗，眼睛亮得吓人。他慢慢掀开斗篷一角，里头露出一张小脸，瘦小苍白的像张纸，眼睛很大，却没什么神，怯生生的半睁着，头发枯黄，用一根洗得发白的布袋胡乱扎着。身上穿的那件单衣，薄的能看见底下瘦凌凌的骨头架子。是个小女孩，大概6、7岁模样，却比寻常孩子小了一圈。我的呼吸停了一瞬。父皇，儿臣去冷宫把皇妹偷来了，给您抱一下。御书房里死寂，主心噼啪报了一声，李德全早就吓醒了，跪在地上抖得像筛糠。外头守夜的侍卫们刀剑出鞘的声音隐约传来，却又停在门口。没我的令，谁也不敢进。我缓缓站起身，龙袍的下摆扫过桌案，带倒了一方砚台，墨汁泼出来，在宣纸上熏开一大团黑，像夜，像血，像7年前那个我怎么也忘不掉的晚上。我走到程绩面前，他还在跪着，怀里的孩子似乎被吓到了，往他胸口缩了缩，小手紧紧抓着他前襟，那手指细得可怜，指甲缝里还有泥。皇妹，你哪来的皇妹？她是母后。住口！心脏在胸腔里撞得生疼，一股血气直冲头顶，眼前都黑了一瞬。我手指蜷起来，指甲掐进掌心，疼却压不住那股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冷。冷宫这2个字像2把淬了毒的冰锥子扎进我耳朵里。7年了，整整7年，没人敢在我面前提这2个字，没人敢提那个人，连带着那个孩子，那个我从未见过一面，甚至从未允许他拥有名字和玉蝶。可现在他就在这里，裹在太子湿透的斗篷里，瘦小肮脏，像只从泥地里扒拉出来的猫。父皇，您看看他7岁了，还没见过您，他连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。冷宫那边连炭火都不够，他手上全是冻疮，夜里咳嗽的整宿睡不着。伺候他的只有一个老嬷嬷，还瞎了一只眼。谁准你去的？谁准你去冷宫？谁准你碰他？谁准你把他带到我面前？程绩咬着牙不吭声了，他只是把孩子又抱紧了些，那双和他母亲极像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里头有种近乎执拗的光，像极了他母亲当年看我最后一眼时的样子。我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我伸出手，给我，把他给我。程绩愣住了，犹豫了一瞬，还是慢慢站起来，小心翼翼地将怀里那团小小的东西递过来，动作僵硬，手还在抖。那孩子似乎感知到了什么，忽然挣扎起来，细弱的胳膊胡乱挥动，喉咙里发出小兽似的呜咽。不怕不怕，这是父皇，是爹爹，乖，让爹爹抱抱。爹爹这2个字像针，插得我指尖发麻。我终于接过了它，轻，太轻了，6、7岁的孩子抱在手里像一团没有重量的棉絮，轻飘飘的，仿佛一用力就会碎掉。他身上有股味道，陈年的霉味，劣质炭火的烟味，
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药味。他还在抖，小小的一团缩在我臂弯里，抖得像风里的落叶。那一瞬间，我看见了他的眼睛，黑白分明，清澈的像山涧里的水，眼尾微微下垂，看人时有种天然的委屈和依赖。这双眼睛像他，像极了苏婉。我22岁登基，24岁立她为后。她是将门之女，性子却温婉的像江南的水。她会在我批奏折到深夜时，悄悄端一碗莲子羹来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坐在旁边绣花，偶尔抬头对我笑笑。陛下，臣妾不要什么封官辖区，只要年年岁岁如今日这般就好。陛下，等孩子生下来，无论是皇子还是公主，您都要疼他。陛下，若真有那一日，您能不能信我一次？可我没信。7年前北京战事吃紧，他父兄涉嫌通敌的密报送到我案头，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。满朝文武跪了一片，求我严惩苏家，以正国法。我把自己关在御书房3天3夜。第4天清晨，我走出来，下了3道旨：一道苏家满门抄斩，2道皇后苏氏废黜后位，打入冷宫；3道皇后所出之女，终身囚于冷宫，不得册封，不得入御蝶，永不得见天颜。那天晚上，苏婉被人拖出凤仪宫时，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她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用这双眼睛清澈的、温婉的，带着一点点我看不懂的笑意。陛下保重。然后转身一步一步走进了冷宫那扇永远也不会再打开的门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她，也再没见过这个孩子。懒，怀里的小东西忽然出声了，声音细细的、软软的，带着浓重的鼻音。他伸出那双生满冻疮的小手，小心翼翼地抓住了我龙袍的前襟。他把冰凉的小脸贴了上来，轻轻地蹭了蹭，像只终于找到窝的小动物，发出满足的细微的叹息。我僵住了，全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，然后轰然冲上头顶。怀里那点微弱的重量，那点细微的暖意，透过厚重的龙袍，烫得我胸口发疼。程继还跪在地上，仰头看着，眼泪无声地往下淌。李德全伏在地上，肩膀一耸一耸，烛火又晃了一下。我低下头看着怀里这个缩成一团的小东西，他似乎找到了温暖的地方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，眼皮开始打架，呼吸变得绵长。他信任地靠着我，这个我从未见过，甚至刻意遗忘的女儿，这个在冷宫阴暗角落里熬了7年冬夏的孩子，这个我和苏婉分离了7年的血脉。我慢慢抬起手，颤抖的、僵硬的，最终轻轻落在了她枯黄的头发上，很轻的摸了一下。她叫什么？冷宫那边都叫她丫头，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，我的女儿没有名字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，再睁开时，我把怀里的小东西往上拖了拖，让她靠得更舒服些。传太医，把所有太医都传来。现在，陛下，这要是传太医，那冷宫那边传。怀里的小东西被惊动，不安地动了动。我立刻收住声音，下意识地轻轻拍她的背，一下又一下，像很多年前我拍襁褓里的程继那样。李德全连滚爬爬地出去了，御书房里又剩下我们3个。程继还跪着，我抱着孩子站着，烛火在我们之间跳跃，拉出长长的摇晃的影子。父皇，您不怪儿臣。你胆子太大了，但做得对。程继的眼泪又涌了出来，他用力磕了个头，额头砸在金砖上，砰的一声。我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抱着怀里这轻飘飘的一团，慢慢走回书案后面坐下，动作很轻，生怕惊醒了他。奏折还摊开着，墨迹未干。窗外的雨声渐渐小了，变成了淅淅沥沥的绵长的低语。我低头看着怀里的睡颜，他的眉头微微皱着，似乎在梦里也不安稳，小手还紧紧抓着我前襟，抓的指节发白。我伸出另一只手，极其缓慢的一根一根的掰开他冰冷的小手指，然后将我的手掌附了上去，牢牢握住。太医是在一炷香后到的，来了4个，都是太医院最老的，胡子花白，走路颤巍巍。李德全聪明，没敢声张，只说是皇上夜里不适。可当他们走进御书房，
看见我怀里抱着个脏兮兮的小丫头时，4个人的脸齐刷刷白了。陛下，这是……过来看看，小声些，别吵醒他。张太医哆哆嗦嗦上前，手指搭上孩子细得可怜的手腕，只一碰，他眉头就皱成了疙瘩。如何？陛下，这位小主子脉象虚浮无力，气血两亏，脾胃虚弱，且肺经有损，应是久居阴寒潮湿之地，有营养不良所致。手上这些冻疮已溃烂化脓，需立刻清理上药。还有这身上能治吗？能治，只是需好生调养，温补气血，润肺止咳。这冻疮，老臣即刻开方，外敷内服，双管齐下。只是须得静养，不能再受寒受潮了。开方吧，用最好的药。张太医如蒙大赦，连滚爬爬去写方子了。另外3个太医也轮流上前诊脉，个个脸色凝重。开了方子又商量剂量，折腾了半个时辰。这期间，孩子一直没醒，他睡得很沉，只是偶尔会咳嗽几声。小小的身子在我怀里一抽一抽的，每咳一下，我的心脏就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。程记还跪在下面，我不叫起，他就不敢起。去按方子抓药，再让人备热水，干净的衣裳，要软要暖，还有传上善间熬一盅燕窝粥来，要温的，不要太稠。李德全连连应声，退出去时差点被门槛绊倒。御书房里又静下来，我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忽然开口：“程记，儿臣在。你怎么知道他在冷宫？”儿臣去年冬天路过西院那片梅林，听见墙那边有小孩的哭声，声音很弱，断断续续的。儿臣觉得奇怪，就让身边的小太监去打听。他说那是冷宫的方向。我握紧了拳。儿臣后来又去过几次，隔着墙能听见咳嗽声，还有嬷嬷哄孩子的声音，有时还能看见从墙那边飘过来的纸鸢，很旧破了的。儿臣问过几个老工人，他们支支吾吾，只说冷宫里关着个孩子，是罪人所出。罪人，这2个字像刀子，扎得我呼吸一滞。所以你就去了，擅闯冷宫，私带罪眷程记，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罪吗？儿臣知道，但父皇她不是罪眷，她是您的女儿，是我的妹妹，她不该在那里活成那样。活成哪样？儿臣今晚是翻墙进去的，冷宫那地方西墙塌了一半没人管，守夜的太监躲在屋里赌钱，根本没人看守。儿臣找到他住的那间屋子，门都关不严，风呜呜往里灌。他缩在床角，盖着一床又薄又硬的被子，小脸冻得发青。屋里只有一个炭盆，火都快灭了。他看见儿臣也不怕，只是睁着眼睛看。儿臣问他叫什么，他摇头。问他几岁，他伸出7根手指，问他想不想见爹爹。他点头，点得很用力。父皇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什么是冷宫，什么是罪人，他只知道冷，知道饿，知道咳嗽很难受。他连件像样的玩具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破了的布娃娃，棉花都露出来了。别说了。怀里的小东西动了动，似乎被吵到了，不安地扭了扭身子。我立刻噤声，轻轻拍着他的背，直到他呼吸重新平稳下来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程记愣愣抬头，他这才慢慢站起来，跪得太久，腿都麻了，踉跄了一下才站稳。我看着这个儿子，15岁，已经长得比我肩膀还高了，眉眼像我，但那股执拗的劲儿像极了他母亲。不，他母亲从不会这样忤逆我，他只会温顺地低头，把所有委屈和疼痛都咽下去。可程记不一样，他敢翻墙，敢闯宫，敢把我不敢面对的东西生生捧到我面前。你恨我吗？恨我把他关在冷宫，恨我这些年不闻不问。父皇，儿臣不恨，只是不明白。不明白什么？不明白为什么？为什么母后是罪人？为什么妹妹是罪眷？为什么连名字都不能有？为什么连件冬衣都穿不上？父皇，您教过儿臣治国当以仁，齐家当以和，可我们家……但我听懂了，我们家早就碎了，7年前就碎了。我低头看着怀里熟睡的孩子，他不知梦到了什么，嘴角微微弯了一下，露出一点小小的笑容。
那笑容干净的像雪后的初阳，刺得我眼睛生疼。有些事不是非黑即白，你母后她父兄之事证据确凿，满朝文武都看着北京10万将士的性命悬着，朕是皇帝，不能徇私。那妹妹呢？她才7岁，她懂什么通敌，懂什么朝政？她只是个孩子。我无言以对。是啊，她只是个孩子，可这个孩子从出生起就带着原罪，他的血脉里流淌着叛国者的血液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我的提醒，提醒我那场失败的婚姻，那个错误的决定，那段我拼命想要埋葬的过去。所以我选择遗忘，选择当他不存在，选择让他在冷宫的角落里自生自灭。我以为这样就能心安理得，可成绩把他带来了，这个轻飘飘的一碰就要碎掉的小东西，此刻正躺在我的臂弯里，睡得毫无防备。他蹭着我龙袍的样子，抓住我手指的样子，像一把钝刀子，一点一点割开我包裹了7年的坚硬的壳。成绩忽然又跪下了。儿臣求您一件事，说让妹妹留下吧，不要送她回冷宫了，那儿真的会要了她的命的。今年冬天特别冷，她咳得整宿睡不着，手上脚上全是冻疮，再待下去，她熬不过这个冬天的。我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出冷宫的样子，那是前朝失宠妃嫔的居所，年久失修，荒草丛生，冬天像冰窖，夏天像蒸笼。苏婉那样娇生惯养的人在那里待了7年，还有这个孩子在那里出生，在那里长大，在那里学会咳嗽，学会挨饿，学会在寒冬里缩成一团。父皇，您抱抱他，您摸摸他的手，看看他的脸，他是您的骨肉啊！够了，李德全，老奴在。去收拾长乐宫，要暖，要干净。拨8个宫女，4个嬷嬷过去伺候。太医每日请脉，药膳按时供应，一应用度，按公主的分例。李德全愣住了，成绩也愣住了。父皇，您是说从今日起，她就住在长乐宫，封号容后在意。但她是朕的女儿，是大周的公主，听懂了吗？老奴遵旨，老奴这就去办。他几乎是爬着出去的，成绩还跪在地上，呆呆地看着我，眼泪无声地流了满脸。我没理他，只是低头看着怀里这个终于有了归宿的小东西。他似乎睡得舒服了些，小脸在我胸口蹭了蹭，发出小猫似的呼噜声。我伸出手，极其缓慢地拨开他额前枯黄的碎发，然后俯身，很轻地在他冰凉的额头上吻了一下。长乐宫收拾出来已经是后半夜的事了，我亲自抱着他过去，没让任何人接手。他就那么缩在我怀里，一路从御书房走到西六宫，小手一直抓着我的衣襟，抓得紧紧的，像溺水的人抓着浮木。长乐宫灯火通明，宫女太监跪了一地，个个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我径直走进内殿，把她轻轻放在已经铺了厚厚锦褥的床上。她似乎感觉到了床的柔软，小小的身子陷进去，眉头舒展开来。我站在床边看了很久。陛下，寅时了，该早朝了。看着他，他若醒了，立刻来报，药煎好了就喂，温着喂。他若哭就哄。老奴遵旨。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停住。还有，冷宫那边封口，今晚的事，谁传出去一个字，杖毙。老奴明白。走出长乐宫时，天还是黑的，雨停了，风却更冷了。成绩跟在我身后，一言不发。你去歇着吧，明日不必去书房了，好好睡一觉。父皇，您会去看母后吗？我的脚步顿住了，风刮过宫墙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想哭。不会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我继续往前走，龙袍的下摆扫过湿漉漉的青石板。成绩跟上来，固执地追问。儿臣去冷宫时，嬷嬷说，母后这些年一直在等您，她总坐在窗边，看着宫门的方向。她说，陛下总有一天会明白的。我攥紧了拳，指甲又一次掐进掌心，疼却不及心口1/1000。他等朕明白什么？明白他从未背叛过您。嬷嬷说，
母后常说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。她说她信你。信我？信一个把他打入冷宫，让他父兄身首异处，让他女儿在阴寒之地苦苦挣扎了7年的男人？可笑可悲。回你的东宫去。今夜的事朕不追究，但到此为止。冷宫不许再去，苏氏不许再提，听懂了吗？程继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我转过身，对上他那双像极了苏婉的眼睛。程继，你是太子，你的肩上担着整个大周的将来，有些事不是你该管的。那谁该管？父皇，那是您的发妻，您的女儿，连您都不管，这世上还有谁会管他们？我被问住了。寒风吹过宫道，卷起几片枯叶，远处传来打更的声音，悠长凄凉。回吧。然后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向乾清宫。早朝时我心神不宁，御史在奏江南水患，户部在哭穷，兵部在要降。我听着却一个字也没进脑子，眼前总是晃着那张苍白的小脸，那双生满冻疮的手，还有他蹭我龙袍时那点微弱的暖意。下朝后我没回御书房，直接去了长乐宫。李德全在门口候着，见我来了，连忙迎上来。陛下，小主子还没醒，太医来看过了，说是身子太虚，睡得沉是好事，药已经煎上了，粥也温着呢。我点点头，走进内殿。他还在睡，换上了干净柔软的寝衣，头发也梳顺了，小脸洗得白白净净的，只是那瘦那苍白依旧触目惊心。我坐在床边，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，不烫，只是凉。宫女端了药进来，黑乎乎的一碗，味道冲鼻。我接过来试了试温度，刚好。醒醒，该喝药了。他皱了皱眉，眼睛勉强睁开一条缝，看见我似乎愣了一下，然后眨了眨眼，又闭上了。乖，喝了药就不渴了。我舀了一勺送到他嘴边，他抿着嘴不肯喝。甜的，不苦，你尝尝。他还是不动。我忽然想起程继小时候，那小子也不爱喝药，每次都得苏婉哄半天，有时候还得我板起脸吓唬他才肯张嘴。可对这个孩子，我凶不起来。我放下药碗，想了想，从袖中摸出一块松子糖，早上出门时不知怎么就揣上了。我拨开糖纸递到他嘴边。吃了糖再喝药好不好？他眼睛睁开一点，看了看糖，又看了看我，终于慢吞吞地张开嘴含住了糖，小脸上露出一点满足的神色。现在喝药。他点点头。我重新端起碗，一勺一勺慢慢地喂。他很乖，每一勺都咽下去，只是每次都会皱一下小眉头。一碗药喂完，我赶紧又给他塞了块糖。他含着糖，眼睛弯了弯，像是笑了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某个坚硬的地方彻底塌了。还难受吗？他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指了指胸口。别得慌，闷就多歇歇，睡吧，父皇在这儿。他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小声问：你真是俺爹？我的喉咙一下子哽住了。是，我是爹爹。那为啥早前不来看俺嘞？我答不上来，我能说什么？说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，说我怕看见你就会想起你母亲，说我觉得你的存在是我的耻辱。这些话对一个7岁的孩子太残忍了。爹爹忙，以后爹爹天天来看你，好不好？他想了想，点点头，中，然后伸出小手抓住了我的手指。那咱拉他钩。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看着他认真的小脸，慢慢伸出小指勾住他细细的手指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嘞，改错。我配合的跟他盖章。他笑了，真正的开心的笑，眼睛弯成了月牙，嘴角露出2个小小的梨窝，像苏婉笑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梨窝。爹，俺做梦梦着你了，梦到我什么？梦着你抱俺可暖和，不像这回是真嘞。我鼻子一酸，睡吧，爹爹守着你。他闭上眼睛，很快又睡着了，小手还攥着我的手指，攥得紧紧的。我就这样坐在床边看着他，看了整整1个时辰。陛下该用膳了。另外，冷宫那边来报说废后想见您。
我猛地抬头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老奴不知，许是听守门的太监说了什么，那边传话说废后跪在院子里已经跪了1个时辰了，说不见到您就不起来。我闭上眼，脑海里浮现出苏婉跪在冷宫院子里的样子。那院子我去过一次，7年前送她进去的时候，地上铺的是碎石子，冬天跪上去膝盖能冻僵。父皇，程记的声音忽然在门口响起，我转头看见他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站在门边，眼睛红红的。儿臣陪您去。我看着他，又看看床上熟睡的孩子，许久，终于点了点头。冷宫在皇宫最西边，偏僻的连鸟都不爱往那儿飞。一路上，我和程记都没说话，李德全跟在后面，脚步放得极轻。越往西走，宫道越窄，青石板缝里长出枯草，墙皮斑驳脱落，露出里头夯实的黄土。冷宫的门是朽木的，上头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。守门的太监看见我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跪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。陛下，奴才有罪，奴才。开门！太监哆嗦着掏出钥匙，开了半天才把锁打开。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一股陈腐的霉味扑面而来。院子里果然跪着一个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宫装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只用一根木簪固定。他背对着门跪得笔直，肩膀受削的像是随时会折断。听到开门声，他缓缓回过头。7年，整整7年没见了，可那张脸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还是那么美，美得惊心动魄。只是那美里多了岁月的刻痕，多了苦难的磨砺。他瘦了很多，脸颊凹陷下去，显得眼睛更大、更黑、更深邃。他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缓缓笑了，笑容很淡很轻，像清晨的薄雾，风一吹就散了。陛下，您来了。我站在原地，脚像被钉住了。程记先一步冲过去，母后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他想扶他，他却轻轻推开他的手，依旧跪着，仰头看着我。臣妾苏氏叩见陛下。他俯身行了一个标准的大礼，额头贴在冰冷的碎石地上，那一拜像一把烧红的烙铁，烫在我心上。起来！苏婉慢慢站起身，跪得太久，他趔趄了一下。程记连忙扶住他，站稳，理了理衣襟，然后看向我，目光平静，像一滩深不见底的水。陛下可安好？好。太子殿下可安好？儿臣很好。母后，您瘦了。苏婉笑了笑，抬手摸了摸程记的脸。你长高了。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我身后，李德全怀里抱着那个还在熟睡的孩子。他的呼吸滞了一瞬。那是我的女儿吗？我没说话。是妹妹。父皇把她接出来了，住进长乐宫了。太医看过了，说好好调养就能好。母后，您别担心。苏婉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，大颗大颗地砸在碎石地上。她捂住嘴，肩膀剧烈的颤抖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那是一种压抑了太久，终于决堤的哭，无声，却比任何嚎啕都让人心碎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她哭。7年了，这7年我没来看过她一次，没问过她一句。我甚至不知道她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熬过一个个寒冬酷暑，又是怎么在那个漏风的屋子里生下孩子。按例废后母女不能住一起，他们都在冷宫，却不能相见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坐在高高的龙椅上，假装他不存在，假装那个孩子不存在。陛下，臣妾能抱抱他吗？我看向李德全，李德全会意，小心翼翼地上前，把孩子递过去。苏婉接过孩子，动作熟练而轻柔。她低头看着那张熟睡的小脸，眼神温柔的像春天的水。她轻轻摸着孩子的头发、脸颊、手指，每一下都珍重的像在触碰稀世珍宝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沉默。还没有名字，冷宫那边都叫她丫头。苏婉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娘对不起你，连个名字都没能给你。孩子被她吵醒了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看见苏婉，她愣了几秒，然后小声喊嬷嬷。苏婉的眼泪掉得更凶了。不是嬷嬷，是娘，是娘。孩子眨了眨眼，看看他，又转头看看我，再看看程记，似乎有些困惑。爹，
那你是俺娘？是。孩子看了他很久，然后伸出小手摸了摸苏婉的脸。娘，别哭，爹给俺糖吃，也给娘吃嘞。苏婉一把抱住他，放声大哭，那哭声撕心裂肺，像要把这7年的委屈、痛苦、思念全都哭出来。程记也哭了，跪在地上抱着苏婉的腿。李德全背过身去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只有我还站着，像一尊石像，冰冷、僵硬、麻木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。我只能看着这个我曾经爱过的女人，抱着我们的女儿，哭得像个孩子。许久，苏婉才慢慢止住哭声。她松开孩子，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襟，又恢复了那种端庄的姿态，只是眼睛红肿，脸上泪痕未干。陛下，臣妾知道今日能见您一面，已是天大的恩典，臣妾不敢奢求更多。只是有一件事，臣妾求您说，给女儿一个名字。她7岁了，该有个名字了。臣妾不求她封公主，不求她享富贵，只求她能有个堂堂正正的名字，写在玉牒上，让世人知道她是您的女儿。我闭上眼睛，风刮过冷宫破败的院子，卷起地上的枯叶，打着旋儿。起来，苏婉不动。朕答应你，她会有一个名字，也会封公主。苏婉猛地抬头，眼泪又涌了出来。谢陛下，臣妾死而无憾了。死而无憾，这4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。我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身回宫。李德全连忙上前，要从苏婉怀里接过孩子，孩子却紧紧抓住苏婉的衣襟，不肯松手。哎呦，娘！苏婉的眼泪又掉下来了。乖，跟爹爹回去。娘以后去看你。真嘞？真的。孩子这才慢慢松开手，被李德全接过去。他趴在李德全肩上，一直看着苏婉，直到门关上看不见了，才小声问：爹，娘为啥不跟俺们一块走嘞？我答不上来。娘还有事，等过些日子就来陪你了。过些日子是多早呀？很快回长乐宫的路上，孩子一直很安静。他趴在我怀里，小手玩着我龙袍上的盘扣，玩着玩着，忽然小声说：爹，娘的手可凉了，比俺嘞还凉。我心脏一缩，冷宫可冷，那为啥让娘住那儿嘞？我再一次无言以对。程记别过脸去，肩膀微微颤抖。孩子等了很久，没等到我的回答，也不再问了。他把脸埋进我怀里，小声说：爹，俺往后能常去看娘不？可以。想拉钩？我伸出小指跟他拉钩，他这才满意的笑了，闭上眼睛又睡着了。回到长乐宫，我把他安置好，看着他睡着，才起身离开。程记跟在我身后。父皇，您还爱母后吗？我停下脚步，宫灯在风中摇晃，光影明明灭灭。不重要了。重要，对您来说可能不重要，但对母后来说很重要。她等您7年，不是因为恨，是因为爱。她信您会来，不是因为傻，是因为她从来没放弃过您。我转过身看着他。程记，你太年轻，有些事不是爱不爱就能解决的。你母后父兄通敌，证据确凿，朕若徇私，如何服众？如何治天下？那证据是真的吗？我怔住。儿臣这些年在东宫读书，也看过当年案卷的副本，苏家通敌的信函、笔迹鉴定的结果模棱两可，所谓的人证后来也都死得不明不白。父皇，您真的一点怀疑都没有吗？我沉默。怀疑？我当然怀疑过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也会想，苏婉那样温柔善良的人，他的父兄真的会做出通敌叛国的事吗？那些证据会不会太完美了，完美的像有人精心设计的局？可是那时北境战事吃紧，朝野上下群情激愤，我需要给天下一个交代，给将士一个交代。苏家成了那个交代，苏婉成了那个牺牲品。父皇，儿臣求您重审当年苏家一案，若母后真是冤枉的，您还她一个清白；若真是苏家之过，您也给她一个痛快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让她在冷宫里生不如死的活着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儿子，15岁的少年，脊梁挺得笔直，
眼神坚定的像磐石。他像年轻时的我，也像苏婉，固执纯粹，认准了一件事就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起来，我伸手扶他，他不动。朕答应你，重审苏家一案。程继猛地抬头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但你要记住，这件事牵扯太广，当年经手的人如今大多身居高位，若要翻案，势必掀起腥风血雨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儿臣准备好了，为了母后，为了妹妹，为了我们家的完整，儿臣什么都愿意做。我拍拍他的肩膀。好，那从今日起，你暗中查访，记住要谨慎，要隐秘，在尘埃落定之前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儿臣遵旨。程继用力磕了个头，站起来时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那是这7年来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真正开心的笑。我也笑了，很淡很轻，却发自内心。去吧，去看看你妹妹，朕还有些事要处理。程继行礼告退，脚步轻快地走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公道尽头，然后转身看向西边冷宫的方向。苏婉，我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。7年了，该有个了结了。重审苏家旧案的事，我交给了程继，但也暗中派了影卫协助。那些见不得光的事，总需要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。影卫是我登基后才组建的，直接听命于我，专司监察百官，刺探情报。这些年，他们替我铲除过不少祸患，也替我背过不少黑锅。如今，我要他们去查7年前的旧事。陛下，当年苏家一案，卷宗封存在刑部密档库，若要调阅，需刑部尚书手令。那就去拿。可刑部尚书赵大人，当年正是此案的主审之一。我眯起眼睛，赵广义，当年他还是刑部侍郎，因办理苏家一案有功，升任尚书。这些年，他官运亨通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，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查他，查他这些年所有的往来账目，所有的人情关系，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遵旨。因为退下后，我坐在暗室里，许久没有动。烛火跳动，墙上我的影子也随之摇晃、扭曲、变形，像极了这7年来我的内心。我知道，一旦开始查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可我不后悔。长乐宫那边，孩子一天天好起来，太医每日请脉，药膳顿顿不落。他脸上的苍白渐渐褪去，手上脚上的冻疮也开始结痂脱落。只是那兽一时半会儿补不回来，抱在怀里还是轻飘飘的。他有了名字，我亲自取的，叫安宁。愿他此生平安宁和。封号也定了，和安公主，玉牒上了，宗庙告了，满朝文武都知道了。冷宫里那个被遗忘的皇女，如今成了陛下最疼爱的公主。流言蜚语自然少不了，有说我昏聩的，有说我被妖女蛊惑的，也有说我是为了弥补对苏家的亏欠。我通通不理，我只在乎一件事，安宁开心。她确实开心。长乐宫里有吃不完的糕点，玩不完的玩具，还有8个宫女4个嬷嬷围着她转。程继每天下学就来看她，给她带宫外的小玩意儿，教她认字，陪她玩。她笑得越来越多，笑得像个小太阳，暖烘烘的，照亮了长乐宫，也照进了我心里。爹，娘多咋来呀？快了，然后转身催促影卫加快进度。苏家旧案的调查比想象中艰难，当年的卷宗被修改过，人证物证大多已销毁或遗失。赵广义那边更是滴水不漏，账目干净，行事谨慎，根本抓不到把柄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到了腊月，京城下了第1场雪。安宁穿着新做的狐裘，在院子里堆雪人，小手冻得通红，却笑得咯咯响。我站在廊下看着，心里一片柔软。陛下，冷宫那边废后病了。什么病？说是染了风寒，高烧不退。那边请了太医，可太医只开了些寻常的药，说是冷宫那边用不了好药。我攥紧了拳。传朕旨意，太医院所有太医轮流去冷宫诊脉，用最好的药，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他。可陛下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废后是戴罪之身，按理只能用寻常药
多彩，若是用了好药，恐怕朝野会有非议。那就让他们非议。朕的女儿是公主，朕的妻子，难道连用点好药的资格都没有吗？李德全吓得跪下了。去办。若有人问起，就说朕念及旧情，不忍他受苦。老奴遵旨。李德全退下后，我站在廊下，看着满天飞舞的雪花，心里一片冰凉。苏婉病了，在那个漏风漏雨的冷宫里病了，而我连去看他一眼都要瞻前顾后，都要权衡利弊，真是可笑。爹，安宁跑过来，小手拉住我的衣摆。你咋不高兴嘞？没有不高兴，你玩得开心吗？得劲，要是娘在就更带劲了。我鼻子一酸。爹，俺们偷偷去看娘，中不中？俺不跟旁人说。我看着他认真的小脸，忽然下了决心。好，我们去看娘。夜很深的时候，我抱着安宁，悄悄去了冷宫，没带侍卫，没带太监，只有我和他。雪还在下，地上积了厚厚一层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安宁趴在我肩上，小声哼着歌，是程记教他的童谣。冷宫的门依旧锁着，我掏出钥匙，早就让李德全配了一把。打开门，走进去，院子里积了雪，白茫茫一片。那棵枯树下堆着一个小小的雪人，用石子做眼睛，树枝做手臂，简陋却可爱，是安宁堆的。上次我带她来时，她堆的。屋里亮着灯，我走到窗边，透过破了的窗纸往里看，苏婉躺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脸色潮红，显然还在发烧。床边坐着个老嬷嬷，正用湿毛巾给她敷额头。屋里点了炭盆，却依旧冷得能看见哈气。我推门进去，嬷嬷吓了一跳，看见是我，扑通跪下了。陛下，起来，他怎么样了？娘娘刚喝了药，睡下了。太医说烧退了就好，若是退不了……我走到床边，低头看着苏婉，她瘦得脱了形，脸颊凹陷，颧骨突出，嘴唇干裂起了皮，眉头紧皱着，似乎在梦里也不安稳。娘！苏婉的眼皮动了动，缓缓睁开，看见我，她愣住了，然后笑了。陛下，您来了。安宁想你了，非要来看你。安宁爬上床，趴在苏婉身边，小手摸摸她的脸。娘，你疼不疼嘞？不疼，看见你就不疼了。陛下，您不该来的，这儿晦气。胡说什么？你是安宁的娘，朕来看你，天经地义。苏婉的眼泪掉了下来。陛下，臣妾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您了。我握住她的手，冰凉瘦骨嶙峋，却依旧柔软。对不起，这3个字我在心里憋了7年，今天终于说出来了。苏婉摇摇头，不怪你，是臣妾，是苏家连累了你。苏家的事，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朕在查，若真是冤枉，朕一定还你们清白。苏婉的眼泪流得更凶了。陛下，她泣不成声。有您这句话，臣妾死也瞑目了。不许说死。我擦掉她的眼泪，好好活着，等真相大白那天，朕接你出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苏婉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轻轻点头。好，臣妾等您。那一夜，我在冷宫待到天明，陪着苏婉，陪着安宁，像普通的一家3口那样，说了很多话，笑了很多次。苏婉的精神好了很多，烧也退了。天亮时，我抱着睡着的安宁离开，走到门口，回头看她，她坐在床上，裹着被子，对我笑着挥手，笑容很淡，却是我7年来见过的最美的笑。走出冷宫，天已经亮了，雪停了，太阳出来照在雪地上，金灿灿的一片。安宁在我怀里醒来，揉揉眼睛。爹，俺们回家了不啦？回家。那俺娘嘞？娘很快也会回家的，很快。她满意的笑了，靠在我肩上，又睡着了。我抱着她走在公道上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平静。我知道前路还有很多艰难，赵广义朝中的反对势力，那些隐藏在暗处的敌人，都在等着我，但我不怕。我有成绩，有安宁，有苏婉，有我想要守护的人，这就够了。回到长乐宫，李德全匆匆迎上来，
陛下，影卫那边有消息了。我精神一振，说：他们查到当年指证苏老将军通敌的那个副将还活着。我瞳孔一缩，在哪？北境隐姓埋名，在一个小镇上当铁匠。李德全压低声音：影卫已经派人去拿了，最迟半个月就能带回京城。好，我握紧拳头，告诉影卫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人带回来。朕要活的，要他能说话，能写字，能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说清楚。遵旨。李德全退下后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雪后的晴空。7年了，真相终于要浮出水面了。昨晚，我在心里默念：等我。副将被带回京城是腊月23的事，那天是小年，宫里已经开始准备过年的事宜。长乐宫挂起了红灯笼，贴上了窗花。安宁穿着新做的红袄子，在院子里和宫女们玩雪，笑声银铃似的传出去老远。我在御书房听影卫的汇报，副将姓孙，名虎，当年是苏老将军麾下的亲信。北境一战，他临阵倒戈，指证苏老将军通敌，成了扳倒苏家的关键人证。案结后，他本该加官进爵，却突然辞官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今他成了一个瘸腿的铁匠，在北境一个小镇苟延残喘。人呢？我问。在地牢。影卫统领低声说：受了些刑，但还活着。他承认当年是受人指使，伪造了通敌信函，做了伪证。指使者是谁？他咬死了不说，只说若说出来，他全家老小都得死。我冷笑：那就让他知道，不说他现在就得死。影卫统领会议退下了。我坐在御书房里，看着窗外的雪，心里一片冰冷。果然，苏家是被冤枉的，苏婉是被冤枉的。这7年，我亏待了他，亏待了安宁，亏待了所有该被善待的人，而那个幕后黑手却逍遥法外，官运亨通。赵广义，我心里默念这个名字，是你吗？还是另有其人？地牢那边，孙虎终于松口了，在影卫的耐心劝说下，他供出了一个名字：当朝太师刘慧。我听到这个名字时并不意外。刘慧，3朝元老，门生故吏遍布朝野。当年我登基时，他便是辅政大臣之一。这些年，他表面上安分守己，暗地里却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。苏家出事前，刘慧曾多次在朝堂上弹劾苏老将军拥兵自重，功高震主。苏家倒台后，他的门生赵广义升任刑部尚书，他的另一个门生接替了苏老将军的兵权，一切都连起来了。陛下，影卫统领问：接下来怎么办？证据。我说：孙虎的口供不够，我要铁证，有能扳倒刘慧的铁证。刘慧行事谨慎，恐怕那就从他身边的人下手。我冷声道：赵广义、刘慧的其他门生，他们的家人，他们的账目，他们的往来书信，一点一点查，总能查到破绽。遵旨。评卫退下后，我独自在御书房坐了很久，烛火跳动，映着墙上挂着的宝剑，那是苏老将军当年赠我的。他说：陛下，此剑名镇国，愿您持此剑镇山河，安天下。可我却用这把剑斩了他的头颅，真是讽刺。父皇，程继的声音在门口响起。我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外，脸色凝重。进来。他走进来，关上门，跪下了。儿臣查到一些事。他说：关于刘太师的。说刘太师在江南有良田千顷，商铺百家，这些产业都挂在他远房侄子的名下，但实际的控制人是他。程继顿了顿，儿臣还查到他每年都会从这些产业中抽取巨额利润，用于贿赂朝臣，结党营私。我眯起眼睛。证据呢？账本。程继从怀中掏出一本厚厚的册子，这是儿臣派人潜入他侄子的书房偷抄出来的副本，上面详细记录了过去10年所有往来的账目、受贿的官员名单，还有当年构陷苏家时支付给孙虎的银子。我接过账本，一页页翻看，越看心越冷。账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刘慧这些年的罪行：贪赃枉法、卖官死爵、结党营私、构陷忠良。最后一页赫然写着：永昌3年，父孙虎纹银5000两，令其伪造苏镇通敌信函，并作伪证。事成后再付5000两。永昌3年，正是苏家出事那年。我的手在抖，账本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父皇，程继抬头看我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闭上眼睛，
深吸一口气，再睁开时，眼里已是一片冰冷。传旨，我一字一句：明日早朝，朕要亲审刘慧。腊月24，早朝，文武百官分列两班，山呼万岁。我坐在龙椅上，看着底下黑压压的一片，目光落在最前排的刘慧身上。她须发洁白，老态龙钟，站在那里却依旧脊梁挺直，一副忠心耿耿的模样，真是慧眼。众卿平身，声音平静，百官起身。今日朕有一事要问刘太师。刘慧出列，躬身。老臣在。永昌3年苏镇通敌一案，是你主审的，对吧？是。此案证据确凿，苏镇通敌叛国，罪不容诛。陛下当年圣明，将其满门抄斩，以正国法。证据确凿。那朕问你，指证苏镇通敌的那个副将孙虎，如今何在？孙虎案结后便辞官归乡，不知所踪。是吗？待孙虎。店门打开，2个侍卫押着孙虎进来。孙虎浑身是伤，瘸着腿一进来就扑通跪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。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！罪臣当年是受了刘太师的指使，才伪造证据，构陷苏老将军的。罪臣有罪，罪臣该死！满朝哗然，刘慧的脸色瞬间白了。胡言乱语！陛下，此人是苏镇余党，故意污蔑老臣。陛下明鉴。污蔑？我拿起那本账本扔到他面前。那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账本摔在地上，摊开。刘慧低头看去，只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，扑通跪下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这是伪造的，老臣从未见过此物。从未见过。我站起身，一步一步走下台阶。那朕告诉你，这是从你侄子书房里搜出来的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如何指使孙虎构陷苏镇，如何支付他银子，如何买通其他证人。刘慧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刘慧瘫软在地，面如死灰。陛下，老臣冤枉。冤枉？我冷笑。那这些呢？我一挥手，李德全端上来一个托盘，上面堆满了书信、账册，还有各种信物。这些是从你府上搜出来的。我一字一句：你贪赃枉法，卖官甩爵，结党营私，构陷忠良。刘慧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刘慧抬起头看着我，忽然笑了，笑声嘶哑凄厉，像夜宵。是老臣做的。苏镇功高震主，不除他，老臣如何掌权？如何替陛下分忧？替朕分忧？我怒极反笑。你结党营私，把持朝政，贪墨军饷，陷害忠良，这就是你替朕分忧的方式？刘慧不笑了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种疯狂的快意。陛下，您真以为这一切都是老臣一人所为吗？没有您的默许，没有朝中大臣的支持，老臣能做到这一步吗？他环视四周，目光扫过那些低头不语的官员。赵尚书，当年苏家的案卷是你修改的吧？赵广义扑通跪下，汗如雨下。王侍郎，当年苏镇的兵权是你接手的吧？那人也跪下了。还有你。刘慧一个一个点过去，每点一个就有一人跪下，最后满朝文武跪了一大半。刘慧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陛下，您看，这满朝文武有多少是干净的，有多少是踩着苏家的尸骨爬上来的？您要治老臣的罪，可以，但您治得了所有人的罪吗？我站在原地，看着底下跪成一片的官员，心里一片冰凉。是啊，我能治刘慧的罪，可我能治所有人的罪吗？这满朝文武有多少人参与了当年的阴谋？有多少人是苏家冤案的受益者？若真要彻查，这朝廷怕是要空了。父皇，程继忽然站了出来，他走到我身边，看着底下的官员，朗声道：刘慧构陷忠良，罪不容诛，但父皇仁德，念及诸位大臣或是一时糊涂，或是受其胁迫，只要肯主动交代，戴罪立功，父皇可以网开一面。我看向程继，他对我点点头，眼神坚定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刘慧必须死，
但其他人可以给一条生路，否则朝廷动荡，天下不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底下那些跪着的官员。太子所言即是朕意，凡参与苏家一案者，3日内主动交代罪行，上交赃款，朕可以酌情宽恕。若执迷不悟，一经查实，严惩不贷。那些官员如蒙大赦，连连磕头，谢陛下，谢太子殿下。刘慧站在那里，看着这一幕，忽然仰天大笑。好一个仁德之君，好一个宽宏大量。可是陛下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弥补了吗？苏震死了，苏家满门死了，苏婉在冷宫关了7年，您的女儿差点冻死饿死，这些是宽恕几个人就能挽回的吗？我闭上眼睛，是啊，挽回不了。苏老将军回不来了，苏家那些无辜的人回不来了，苏婉这7年受的苦，安宁这7年遭的罪都回不来了。我能做的只有还他们一个清白，然后用余生去弥补。刘慧，你罪大恶极，朕判你凌迟处死，诛9族，所有赃款充入国库，所有党羽按罪论处。刘慧不笑了，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缓缓跪下，磕了一个头。老臣领旨。侍卫上前将他拖了下去，他的笑声还在大殿里回荡，凄厉绝望。早朝散了，官员们鱼贯而出，个个面色凝重。父皇，儿臣是不是太心软了？不，你做得对。朝廷不能乱，天下不能乱，有些事急不得。那苏家？苏家满门追封谥号，厚葬立碑。苏婉恢复后位，安宁正式册封为和安公主。3日后，朕要在太庙亲自告祭祖先，还苏家清白。程纪眼睛红了。父皇，去吧，去告诉你母后这个好消息。程纪用力点头，转身跑了。我独自站在空荡荡的大殿里，看着那把镇国剑，许久，缓缓跪下。苏老将军，我低声说：“这对不起你，但请您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朕一定会保护好苏婉，保护好安宁，一定。”3日后，太庙，我牵着安宁，一步一步走上高高的台阶。她穿着公主的朝服，小小的身子裹在厚重的礼服里，显得有些笨拙，但她走得很稳，小脸严肃，眼神坚定。太庙里香烟缭绕，列祖列宗的牌位肃穆而立，像一双双眼睛，注视着我和安宁。我跪下，安宁也学着我跪在我身边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周印今日告祭。永昌3年，苏镇通敌一案实为冤案，今已查明，乃奸臣刘慧构陷所致。朕已诛刘慧，还苏家清白。苏镇追封忠武王，配享太庙。苏氏婉恢复后位，重掌凤印。皇女安宁册封和安公主，入玉牒，享亲王俸禄，望列祖列宗见证。我叩首，安宁也跟着叩首。起身时，我看向她，她仰着小脸对我笑了，笑容干净明媚，像春天的第一缕阳光。爹，安娘是不是能回家了呀？我点头，可以回家了。从太庙出来，我直接去了冷宫。这次我没悄悄去，我带着仪仗，带着侍卫，带着满朝文武，浩浩荡荡去了冷宫。冷宫的门打开了，苏婉站在院子里，穿着一身素衣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。她看着我们，缓缓跪下。臣妾苏氏叩见陛下。我上前扶起她，婉儿，朕来接你回家。苏婉的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，她看着我，看了很久，然后轻轻点头。好，回家。回凤仪宫的路上，我和她并肩而行，身后是文武百官，身前是巍峨的宫殿，阳光很好，照在雪地上，金灿灿的。安宁跑过来，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拉着苏婉，蹦蹦跳跳的。爹，阿娘，俺们回家啦。回家。回到凤仪宫，一切还是7年前的样子，陈设未变，只是多了岁月的痕迹。苏婉站在殿中，环视四周，眼神恍惚。7年了，臣妾以为再也回不来了。我从身后抱住她，对不起，这7年让你受苦了。苏婉转过身，靠在我怀里。不苦，只要陛下信臣妾，只要安宁好好的，臣妾就不苦。我紧紧抱住她，
像抱住失而复得的珍宝。以后，朕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朕。苏婉哭了，我也哭了。7年了，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。当晚，我在凤仪宫设了家宴，只有我、苏婉、程记、安宁一家人围坐一桌，像寻常百姓那样吃饭、说话、笑。安宁吃了很多，小肚子鼓鼓的，还抱着苏婉的胳膊撒娇。安娘，以后你天天陪俺吃饭，中不中啊？好，娘天天陪你。那我也天天来。都来。以后我们天天一起吃饭。家宴后，程记带着安宁去玩了。我和苏婉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雪。陛下，刘慧真的死了吗？死了。凌迟、诛九族，所有参与当年阴谋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苏婉沉默片刻。那赵广义他们呢？革职查办，流放3000里。我握住他的手，婉儿，朕知道这样还不够，但他们毕竟没有直接参与构陷。朕若赶尽杀绝，朝廷会乱。苏婉点点头，臣妾明白。他靠在我肩上。陛下能还苏家清白，能接臣妾出来，臣妾已经很满足了。我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。以后朕会让你更满足。苏婉笑了，笑容温柔恬静，像7年前那样。陛下，臣妾从未怪过您。我心脏一缩。当年的事，您也是被蒙蔽了。臣妾知道您心里比谁都苦，这7年您一定很煎熬吧？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了下来。婉儿，不说了，都过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您当好您的皇帝，臣妾当好您的皇后，程记当好太子，安宁当好公主。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好，再也不分开了。窗外雪又下起来了，纷纷扬扬的，像柳絮，像鹅毛。我和苏婉相拥而坐，看着窗外的雪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平静。7年了，这场漫长的寒冬终于过去了，春天就要来了。3年后，安宁10岁了，长得亭亭玉立，活泼聪慧，是宫里最受宠的公主。程记宠她，苏婉宠她，我更是把她宠上了天。她不再是从前那个瘦小苍白的小丫头了，她会读书，会写字，会弹琴，偶尔还是会爬树。每次都被苏婉拎着耳朵教训，但下次还敢。程记18岁了，早已能独当一面，是百官称颂的储君。苏婉还是那么温柔，那么美。她将后宫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将我和孩子们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们一家人真的像寻常百姓那样，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日子。偶尔，我会想起10年前的那个雨夜，想起程记抱着安宁闯进御书房的样子，想起安宁蹭我龙袍时那点微弱的暖意，想起苏婉在冷宫里等我7年的孤寂。那些伤痛，那些悔恨，那些遗憾都还在，但他们在时间里慢慢沉淀，慢慢愈合，变成了我们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就像一道伤疤，不碰的时候不疼，碰了会想起曾经的痛，但也正因为痛过，才更珍惜现在的甜。这天傍晚，我和苏婉在御花园散步，安宁在前面跑，程记在后面追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温暖而美好。苏婉挽着我的胳膊，轻声说：陛下，臣妾有时候会觉得这10年像一场梦。我握住她的手，不是梦，是真的。是啊，苏婉笑了，是真的。我们相视一笑，夕阳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长到像是要一直走到时光的尽头，走到白发苍苍，走到地老天荒。我想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，牵着彼此的手，再也不放开。这天，安宁10岁生辰宴上，苏婉亲手为我斟酒，她笑容温婉如初。陛下，这是臣妾用冷宫梅花酿的酒，您尝尝。我接过酒盏，看向不远处正牵着安宁玩耍的程记，他侧头对我微微一笑，酒入喉，温热。苏婉轻轻靠在我肩头，声音低的只有我能听见。7年冷宫，3000个日夜。陛下，这杯酒，臣妾敬我们的团圆。我胸口骤然绞痛，苏婉却笑了，那笑冷得像冰。刘慧弹劾，陛下，真正忌惮苏家功高震主的是您啊！我呕出一口黑血，攥住他手腕。这酒，你……他顿了顿，眼中寒光凛冽。你留下程记做太子，用我的儿子稳住你的江山，却把宁儿关进冷宫，替你赎这莫须有的罪。陛下，这杯酒也敬我枉死的全族，敬我这被您亲手拆散，又亲手变成棋局的一家。唉，
是朕默许的。这7年，朕没有一日不悔。悔。他眼中终于滚下泪来，仰头饮尽杯中残酒。臣妾16岁入宫那日，曾发誓与陛下生死相随，今日便全了这誓言吧。他偎进我怀里，体温渐凉。我最后看向程记，他静静望着我们，似悲似叹，耳畔仿佛又想起他那句“儿臣去冷宫”。把皇妹偷来了，给您抱一下。殿外烟花乍亮，映亮我们交握的手与2只空了的酒盏。